百变小厨房，不负好时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昨天去逛超市，看着香菜特别好，就买了很大2把。毕竟香菜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吃到的嘛。有些朋友搞不懂我们喜欢吃香菜的人，他们总觉得香菜是臭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觉得香菜就是非常好吃，像在凉拌的时候、烧汤的时候都会放上一点。但是香菜呢，买回家不好保存。直接放在常温下吧，没1-2天就完全干掉了。放到冰箱里面呢，也是一会儿就坏掉了，十分的让人烦恼，真的是又爱又恨。其实香菜想要保存很长时间呢，也是非常简单的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香菜的好方法，让您家的香菜放一整年，拿出来依然和新鲜的一样哦。首先，我们将需要保存的香菜，把每一根上面的坏掉的发黄的叶子给它清理掉。香菜腐烂一般就是从这些不好的根部还有叶子开始的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挑选干净哦。完全摘干净之后，现在我们把香菜放到流动清水下面，一根一根的冲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大盆清水，接着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适量的小苏打，用手搅拌2下，让食盐和小苏打充分的溶解在水中。小苏打具有很好的去污能力，而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然后我们现在把香菜再放在里面清洗干净。如果时间不着急的话，可以将香菜放在里面浸泡10分钟，这样呢，香菜就可以完全被清洗干净了。喜欢吃香菜的朋友都知道，香菜的叶子一般特别的脏，因此呢，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。香菜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可以给它放在纸巾上面，再用干纸巾或者是厨房纸将表面的水分充分的擦拭干净。香菜被擦得越干，保存的时间越久。现在呢，给大家分享第一种保存方式，就是保鲜膜保存法。这种方式呢，就是直接将清洗干净的香菜用保鲜膜将它充分的包裹起来，不留一点空隙。一边包裹一边挤压出里面的空气，让香菜处于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。包裹的时候呢，动作要稍微轻一点，不要把香菜折断了。香菜的根部和香菜的顶端，我们都要将它密封好。一般想要香菜保存的好呢，它的根部也要保存好，最好是不要受到损伤哦。香菜用保鲜膜这样包裹好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里面。冷藏保存的话，放上2-3个月，它都是不会坏的。想要用香菜的时候，把保鲜膜打开。当然呢，这种的保存方式，我们可以在包裹的时候就给它分成一小把一小把的，要用的时候用几把拿几把，既方便又省事儿。第2种保存方式，还是要把香菜充分洗干净之后，擦拭干表面的水分，然后我们找到距离根部约5公分的地方，现在呢，用菜刀将它切断。接下来的这个根部呢，不要扔掉了，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。接着把香菜的叶子切成香菜花，也可以切成自己觉得合适的香菜段。香菜的切法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习惯来定。即使我们平时一般吃，也主要是吃的是香菜的叶子。切好之后，我们先放在一旁。接下来准备几个这样的密封罐，像玻璃罐、塑料罐啊都可以。接着把切好的香菜段放进来，
我这里一共装了2大罐，我们在装香菜碎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挤压它，一定要让它呈现一个比较松散的状态。如果用手把它压得很紧的话，那么这样就不利于香菜的保存了。我们把它放到这种密封罐里面之后，就可以把它放到冷藏里面保存2到3个月都依然新鲜。如果想要保存的时间更久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冷藏里面冷冻保存。如果是冷冻保存的话，一般储存1年时间，拿出来还和新鲜的一样，而且香味也是和新鲜的时候一样浓郁哦。但如果是冷冻保存的话，不建议大家用玻璃这种的密封罐，最好是选择塑料的密封罐，或者是一次性餐盒都可以。因为玻璃的密封罐放在冷冻里面是比较危险的。这样保存起来的香菜呢，我们随吃随取，要吃的时候直接将盖子拧开，用勺子盛出来，随吃随取十分方便，而且呢被冻起来，香菜也不会被冻住哦。第3种保存方式，其实呢，如果家里面没有密封罐，我们用这种的保鲜袋也是一样的。把切好的香菜段放进到保鲜袋里面，挤压出里面的空气，让香菜处于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，这样呢可以让香菜隔绝空气，那么就可以增加它的保质期了。放进保鲜袋里面，我们同样可以将它冷冻起来，也可以将它冷藏保存。不管是用玻璃罐还是用保鲜袋，它们的保存时间和方式都是一样的。像这样保存好的香菜呢，我们随吃随取，而且取出来呢就不用再清洗了，直接使用，非常的方便，特别适合比较懒的人哦。所有的香菜都保存好了，现在来说说香菜切下来的这个根部。现在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我要离香菜根部5公分的地方将它切断呢？因为这样子切下来的根部呢，我们是可以来种香菜的。这样的话，之后我们就有吃不完的香菜了。首先准备一个家里面不要的矿泉水瓶子，或者是可乐瓶啊、油桶什么的都可以。然后把上面的包装去掉，如果用的是可乐瓶、饮料瓶子的话，一定要将里面用水冲洗干净。接着用剪刀将它修剪一下，距离瓶盖的地方，我们把上面剪下来。剪下来之后呢，有点像一个高脚杯的样子。接着把瓶子的底部也这样剪下来。现在把瓶口处放进来，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大概瓶口处到瓶底有3到4公分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买的香菜比较少，那么就这一个小小的瓶口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这个香菜呢有点多，现在我需要再把瓶口这儿再做一下改造。剪好之后，瓶口的这个小圆孔就大了许多，刚好能把我所有的香菜根放进来。现在我们把香菜呢这样放到瓶子里面，通过这个洞孔把它的根流出来，一定要确保每一根香菜的根都是在这个瓶子的外面，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放到这个瓶底里，接着往里面加入自来水。加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，只需要把香菜的根部浸泡起来就可以。加的太多，那么就容易烂根了，这样呢，香菜的上半部分也容易出现腐烂。因此这个水量一定要把握好，像这样呢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香菜放到阳台上有阳光的地方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啦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我们需要每天给香菜换1次水，这样做出来的水培香菜呢，明天你就可以看到香菜叶子慢慢从根里面爬出来了。这个是我之前种的洋葱，大概有2天多的样子了，可以看到根部已经长得很长，并且洋葱上面也已经冒了3、4个小芽了。这也是前2、3天种的大蒜，旁边是发芽坏掉的土豆。
也可以给它拿来当做盆栽，放在阳台上，既是一道风景，而且呢可以随吃随取。这个是昨天拍小葱的时候种的小葱根部，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小葱的芽已经慢慢的出来了。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香菜的一些保存方法，您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赶快试一下吧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